得嘞，诸位，今儿咱们扯个大篇幅的，准备好茶水咖啡，咱们好好神侃一炮。今天是2026年8月1号，国内有一大批新法律、法规和政策集中施行了。我今儿早晨打眼一扫，看到好几条新闻连在一起看，简直太有意思了。这叫一个逻辑自洽，相互印证。第一条新闻叫《医药代表管理办法》，里面赫然写着明确禁止医药代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第二条新闻是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刚公布的年终消费数据，说要继续打造消费大国。结果大家拿数据跟印度、越南一比，咱们居民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居然连印度、越南都打不过。第三条新闻是市场监管总局跑去江苏盐城给光伏行业做价格合规指导，说要坚决遏制行业内卷是恶性竞争。您各位把这三条新闻连起来一琢磨，是不是觉得奇葩的有滋有味？接着咱们就顺着这三条新闻，把背后的行政逻辑、经济常识还有人性本能给诸位彻底撕开包装，扒得明明白白。咱们先从第一条说起，医药代表不许承担销售任务。您听听，您各位细细听听，这叫什么话？医药代表不许干销售，这可太新鲜了。这就好比什么呢？这就好比你开了一家饭馆，出台个红头文件说本饭馆服务员严禁向顾客卖菜，或者开了一家青楼，发个规定说本楼姑娘严禁接客，只能跟客人纯聊天谈人生哲理。再或者开个煎饼果子摊，规定摊主不许卖煎饼，只能向路人宣讲煎饼的面粉营养价值，这不纯属扯淡吗？药企一年花几十万、上百万年薪养一个医药代表，难道是药企老板佛心大发，派他们去各大医院给大夫送温暖，做社会志愿服务的？他不去卖药，他去干嘛？去医院帮大夫扫地，帮科室主任接孩子放学啊。您猜怎么着？官方这套逻辑啊，叫典型的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咱们先来说说官方为什么要出这么个规定，道理大家都明白。这几年国内医疗反腐闹得风声鹤唳，今儿抓个医院院长，明查个科室主任，后天某个药企董事长被带走配合调查。官方一看，哎呀，这医院回扣，药企送礼的根子不都在这群天天往医院跑的医药代表身上吗？好吗？官员们一拍脑袋，灵光一闪，出个文件，只要规定医药代表不许干销售，那不就没有回扣了吗？这种官员的脑回路真是滑稽的可爱。这叫典型的改个名字就当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以前叫药品销售员，大家觉得俗气，还有回扣嫌疑。后来改名叫医药代表，现在规定医药代表不许干销售了，那人家改叫什么？人家改叫医学信息传递员、临床学术推广员、科研项目协调员、产品技术支持官。可实际上干的是啥？还不是天天拎着高端水果盒，提着礼品茶叶，拿着处方统计表，在科室门口排队等主任下班吗？在实际操作中，这些医药代表的工作内容花样百出。有的代表为了搞定一个科室主任，天天早晨给主任全家买早餐送上门。有的代表帮大夫接送小孩上下学，甚至大夫家里换锁、修马桶、父母看病挂号，全都是医药代表一手包办。到了月底或者季度末，代表们拿着从医院信息科案中购买的处方统计数据，准确算出来这个大夫开出了多少盒自家的药，然后把对应比例的现金、购物卡或者加密代币兑换码塞在茶叶盒、烟盒或者私人快递盒里送过去。药企的考核指标摆在那个地方，养这帮人就是为了把药卖进医院，让大夫多开处方，多用自家的药。你文件上写着不许承担销售任务，难道药企月底绩效考核这个医药代表给大夫念了几页《黄帝内经》，考核他给医院讲了多少场无私奉献的学术报告，考核他给大夫表达了多少真挚的爱心？别逗了，这在商业基本逻辑上根本通不过。咱们做人啊，得讲常识，做内容聊社会现象20-30年，向来只讲两样东西，一是基本的经济常识，二是人性的利己本能。中国医疗体制的问题是禁止一个名称叫医药代表销售就能解决的吗？根子到底在哪儿？咱们得从上世纪90年代的医药养医说起。当年国家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不足，为了让医院能维持运转，官方出台了一个政策，允许医院在采购药品进价的基础上加价 15% 卖给患者，这就是著名的医药养医制度。
后来虽然搞了零差率改革，名义上取消了这 15% 的加价，但医院和医生靠药品和耗材获取收益的底层逻辑根本没有发生改变。医院和医生正经的诊疗服务费收不上来，挂号费几十块钱，大夫一台台手术做下来累得跟狗一样，正经拿到的绩效工资少得可怜。一个顶尖的外科专家做完一台7、8个小时的大手术，官方规定的手术劳务费可能就几百块钱，连个高级月嫂的工钱都赶不上。那大夫怎么拿合理的报酬维持体面的生活？只能靠药品，靠医用耗材，靠各种大大小小的化验检查。第二，处方权的绝对垄断，某种药品或者医疗器械能不能进入医院的采购目录，医院的药事委员会和科室主任说了算。给病人开 A 厂的药还是 B 厂的药，门诊大夫比肩一钩说了算。这种绝对的裁量权构成了巨大的权力寻租基础。第三，中国药企绝大部分都是仿制药，几十家上百家药企生产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化学成分药品，药效没啥本质区别，质量也差不多。这时候你告诉我，如果你是药企老板，你怎么让医院买你的药不买别人的？不用销售手段，不用回扣利益，不用赞助会议，难道靠大夫每天早晨抓阄决定用哪家的药啊？在经济学里，这就叫租金。只要存在行政垄断权力，又存在高度同质化的市场竞争，就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寻租空间。你不让医药代表私下给回扣，人家就会变成赞助学术会议，请大夫去国外参加研讨会，给大夫报销科研课题费，帮大夫出版学术专著。你看，台面下的非法交易变成了台面上的合规管理支出，企业合规成本反而更高了。最后这笔钱谁出？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算在药品定价里，算在医保基金和普通老百姓的腰包里。你发个文件说禁止销售，除了逼着企业增加虚高合规成本，逼着医药代表把动作搞得更隐蔽以外，解决任何实质问题了吗？1毛钱问题都没解决。常看医疗新闻的人心里都清楚，过去这些年医疗领域的猫腻，那叫一个疯狂。大医院门诊和住院部门口明晃晃站着一排年轻人，手里拿个小本本或者手机，大夫一出来就贴上去。怎么结算回扣？按盒算，一盒要提成 10% 到 30%， 月底直接送现金卡或者装在茶叶盒、烟盒里。后来查得严了，改成了微信转账、虚拟货币，甚至给大夫家孩子付海外留学的学费。你看，这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很多大医院的老外科主任私下里吐真言都说，你以为我们愿意收这钱吗？我们天天战战兢兢，也怕被查，但正经工资就那么几千块，医院的科研任务、论文指标压得人喘不过气，连自费去参加学术交流的机票酒店都得自己掏腰包。如果光靠正经工资，连基本的生活尊严都没有。如果不改变这个诊疗服务价值倒挂的体制，谁来都一样。这句话听起来极其诛心，但也极其现实。咱们看看成熟的医疗体系是怎么运作的，人家为什么没有这种大规模的疯狂腐败？因为人家做到了真正的医药分业。你在医院看病，大夫只负责给你开处方，医院根本就不卖药。你拿了处方，出门随便找一家街角挂牌的调剂药局去拿药。医院跟药房财务完全分开，大夫开什么药，1分钱回扣也拿不到药房的。这时候医药代表去找大夫，那是真正的给大夫介绍新药的副作用、禁忌症和最新临床数据。因为大夫开什么药跟大夫自己的钱包没有任何直接利益关系，而且人家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非常严密，药品价格由专门的机构统一制定，定期根据市场实际交易价格向下微调，挤干药价里的水分，药企根本没有空间去搞超额回扣，这才是真正的不承担销售任务。因为人家是通过制度保障切断了利益链条。我们可好，医院既是开处方的，又是卖药结算的，既当裁判员又当售货员，然后官员们指望发一张纸让跑腿的医药代表不干销售，这不是缘木求鱼搞笑吗？聊完医疗，咱们再看第2条新闻，更绝了。商务部和统计局刚公布上半年经济成绩单，说咱们经济总量接近70万亿，势头良好，要继续打造消费大国。结果有人把数据仔细一拆解，乐了。咱们中国居民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现在只有 37% 左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发达国家像美国、日本、欧洲，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通常在 60% 到 80% 之间，这叫真正的消费驱动型经济。那咱们跟周边发展中国家比呢？印度这个比例是 60% 左右，越南是 55% 左右。也就是说，咱们号称世界第2大经济体，号称14亿人口的大市场，咱们老百姓拿出来消费的钱占整个经济总量的比例，居然连印度、越南都打不过。商务部天天发文说要刺激消费，一会儿发消费券，一会儿搞家电以旧换新，一会儿鼓励大家买新能源车。但您看看那些消费券，满200减20，满1000减100，限制使用条件一大堆，跟算账精明的小商家没啥区别。老百姓为什么就是紧抱着腰包不肯掏钱呢？这时候官方专家又说了，说老百姓手里有几百万亿的居民储蓄，大家这是爱存钱，习惯不好，思想保守，需要转变消费观念。您听听，这叫人话吗？又把责任推给老百姓了。老百姓为什么不敢消费？只要是个正常的成年人，平常时就能想明白。第一，医疗、养老、教育这3座大山压在头上，看个大病可能倾家荡产，养老金未来能不能领足还是未知数，孩子上学补习班赞助费高的吓人，特别是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绝大多数中年家庭的绝大部分资产都套在了房子里。以前房子天天涨价，大家觉得自己身价几百万上千万，还敢贷款消费。现在房价一路阴跌，流动性锁死，大家资产缩水，房贷每个月缺1分不少要还，谁还敢乱花钱？你手里要是不存点救命钱，万一遇到裁员失业或者家庭变故，谁来救你？再看看当下的年轻一代，毕业即失业，或者在职场里天天996、3班倒，拿着3、4千块钱的基本工资，连自己租房吃饭都抓襟见肘。现在年轻人选择不结婚、不生娃、不买房，彻底选择躺平。你天天发文劝他去消费新能源车，消费高端奢侈品，消费文旅大餐，他口袋里连下个月的房租都掏不出来，他拿什么去消费？这不是拉动消费，这叫拉动仇恨。第二，收入分配结构有严重问题。国民收入这块大蛋糕，政府拿走了一大块用于基建工程和庞大的行政开支，企业和资本拿走了一块，最后真正分到老百姓手里的劳动报酬比例低得可怜。老百姓兜里本来就没几个钱，你天天喊着让他去消费，这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第三，社会保障体系薄弱。发达国家老百姓敢把 70%、80% 的收入花掉，是因为人家失业有救济，看病有公费医疗或者大病封顶保险，老了有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人家没有后顾之忧。咱们国内呢，福利没多少，责任全自负。遇到困难，官方一句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自己是养老第一责任人，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在这种情况下，你让老百姓把存折里的钱拿出来消费，这不是把老百姓当傻子吗？老百姓不消费根本不是观念问题，而是生存安全感严重不足的理性选择。咱们再看第3条新闻，市场监管总局跑去江苏盐城给光伏行业做价格合规指导，要坚决遏制行业内卷是恶性竞争。这事儿更有意思了。最近这几年，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被官方捧为新3样，说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结果您猜怎么着？全国各个省份、各个地级市，甚至连个县城都蜂拥而上。地方政府为了搞政绩、拉 GDP， 给土地、给补贴、给税收优惠、给低息贷款，拼命招商引资搞光伏组建工厂。从东部沿海到西北荒漠，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光伏产业园。这种由地方政策和补贴推动的狂热扩产，咱们在过去20-30年里见过太多次了。当年10几年前搞太阳能上德光伏的时候，也是全中国几十个城市一起上，最后上德破产重组，留下一堆烂摊子和银行坏账。几年前搞新能源汽车补贴，全国冒出上千家造车新势力，拿了补贴之后，绝大部分连一辆车都没量产就倒闭清算。前几年搞芯片大跃进，连卖水泥的、做服装的都宣布跨界做芯片，最后留下一堆烂尾的晶圆厂工程。现在光伏行业又重演这一幕，短短2-3年时间，产能扩大了整整好几倍。现在光伏板的价格降得比白菜还便宜，
全行业大规模亏损，企业为了回笼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利息，只能搞歌喉式的低价内卷，打到最后，连最头部的光伏巨头都吃不消了，纷纷停产裁员。这时候监管部门坐不住了，跑出来开指导会，劝大家不要内卷，要保持价格合规。您各位想想，这种内卷是怎么造成的？根本不是市场自发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干预和补贴政策强行催生出来的产业泡沫。当政府用行政力量去扶持某个行业，用财政资金去给企业打补丁的时候，就彻底扭曲了市场的供需信号。企业老板想的不是靠技术创新去赚钱，而是想怎么拿到政府的补贴和廉价土地。大家都觉得有政府背书，亏了也有政府垫底，于是疯狂扩产。等泡沫彻底爆掉了，产能严重过剩了，监管部门又想用行政指导的方式劝大家别降价。这在经济学上叫什么？这就叫用一个行政错误去掩盖上一个行政错误。市场经济的规律是什么？是供需决定价格，是优胜劣汰。产能过剩了，就应该让低效企业破产倒闭，让市场自发出清。你用行政命令限制价格，不让降价，只会让过剩产能苟延残喘，让整个行业的阵痛期拉得更长。现在咱们把这3件事放在一堆儿，仔细咂摸咂摸其中的滋味，您会发现，从医疗行业的医药代表禁止销售，到经济领域的刺激消费不发钱，再到新能源、光伏行业的行政指导防内卷，这3件事看似隔着10万8千里，但底下的思维定式和治理逻辑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典型的行政万能幻觉。在某些官员和政策制定者的脑子里，市场不是一个由亿万普通人的交易、需求和利益自发形成的有机体，而是一个可以随手拧螺丝、搭积木的机械模型。他们遇到任何社会现象或者经济困境，第一反应永远不是去问为什么市场会变成这样，背后的利益机制和产权约束是什么。他们的第一反应永远是给我出台个文件，给我定个规定，给我挂个牌子，药品回扣多了，发文禁止医药代表做销售，消费动力不足了，发文倡导大家转变消费观念去花钱，企业价格打惨了，发文要求企业保持价格合规，不准内卷。您说这叫不叫一招先吃遍天？但现实生活和经济规律从来不听任何红头文件的指挥。你发文禁止医药代表做销售，药企为了活下去，为了把药卖出去，就只能把销售行为打碎了，包装成学术会议、临床测试、科研赞助。结果回扣不但没消失，反而衍生出了庞大的中介合规产业链，把药价抬得更高。你发文让老百姓去消费，老百姓一算账，孩子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老人的慢性病药费每个月几千块，自己单位还在降薪裁员，兜里那点积蓄是救命钱，谁敢听信几句号召就把存折花光。你发文要求光伏企业别降价内卷，可仓库里堆着几百几瓦的库存，银行的贷款利息每天都在滴答滴答走，企业不降价清库存就得当场休克死亡，你只唱一书能挡得住企业逃生的本能吗？这种行政万能的思维，说白了就是用道德伦理和官僚意志去对抗冷酷的经济规律。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里，这种现象有个专有名词叫体制性荒诞，意思就是体制内的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 KPI 认真工作，官员在认真发文，监管在认真开会，媒体在认真宣传，但所有这些认真叠加在一起，最终产生的效果却是对现实社会的巨大扭曲和资源浪费。这些年来，观察过国内各行各业的人都会发现，中国老百姓是全世界最勤劳、最忍辱负重，也最有商业智慧的群体。只要你给老百姓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给企业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护好私有产权，少伸出那只乱摸乱动的手，中国的经济和市场就会自然焕发生机。可现在的现实是，手伸得越来越长，规定越出越多，管得越来越细。今天管你医药代表怎么说话，明天管你光伏板卖什么价格，后天管你网课怎么上，大后天管你电动车怎么骑。结果呢，管一项死一项，扶持一项过剩一项，规范一项混乱一项。这种治理模式的成本最终全部转化为全社会运行的显性与隐性成本，沉重的压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咱们再聊深一点，聊聊常识的回归。
过去这些年，大家还在认真讨论怎么跟国际规则接轨，怎么搞市场化改革，怎么限制公权力的边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咱们现在的很多讨论居然又倒退回了要不要承认市场规律，要不要尊重基本常识的阶段。很多成熟的市场社会在经历经济阵痛的时候，社会底盘之所以依然稳固，是因为人家建立了一套基于法治和常识的底层框架。比如刚才说的医药分业，人家不是靠口号，而是靠明确的法律分割。医院卖药不赚钱，大夫开药拿不到提成，药房独立核算，这叫用制度约束人性，而不是用道德要求圣人。再比如社会保障，人家老百姓敢消费，是因为社会保险、国民健康保险、护理保险覆盖到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老了有介护人员上门，你病了有大病保险封顶上限，你失业了有足够维持生活的救济金。这时候老百姓才敢把大部分收入拿出来改善生活，消费市场才能真正健康循环。咱们现在天天喊着要赶超，要现代化，要打造这大国那大国，但真正的现代化从来不是高楼大厦盖了多少，不是高铁里程通了多少，也不是补贴砸出了多少世界第一的产能。真正的现代化是治理体系的理性化，是制度设计的常识化，是把普通人当成有血有肉、有避险本能的个体去尊重，而不是当成随时可以拧紧或松开的经济零件。从常识来看，市场经济从来不需要什么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只需要健全的法治与理性的常识。只有把选择权真正交还给市场，把尊严与保障交还给普通人，经济才能获得持续不断的内生动力。如果不去触碰那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不去真正落实产权保护，不去建立可持续的社会安全网，不去还权于市场，还利于老百姓，那么再出台1000个管理办法，发1万个指导意见，也只不过是在日历上多浪费了几吨纸张而已。最后的结果依然是上一轮政策烂尾，下一轮政策补漏，循环往复，终至疲态。老老实实面对常识，承认市场的力量，承认人性的本能，承认行政权力的边界，这是摆脱目前各种经济与社会困境的唯一出路。可惜的是，常识往往最简单，但也最难被那些习惯了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人所采纳。得嘞，这咱们扯得有点深，也有点长，茶水喝干了。希望诸位在纷繁复杂的新闻和铺天盖地的宣传里，能保持一份清醒，多用常识去思考，多从人性的角度去看问题。爱听不听，因其名矣，求其有声。咱们下期见。